世界排名第1的电影是哪部？很多人可能都知道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，它都排在影史榜单第1位。全球影迷的口味在这片面前达到了出奇的一致。这是一部关于越狱的电影，每个绝望的人看了，仿佛获得了重生。那么，世界上最伟大的越狱电影又是哪部？我来告诉你，《巴比龙》。没错，这是一部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还震撼的越狱电影。号称现代越狱片的鼻祖，巴比龙是男主的名字。他遭到当地黑帮的陷害，被警方逮捕，随后被发配到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监狱——终身监禁。这个监狱真实存在，一共由3个海水相隔的小岛组成。历史上共有8万犯人被关于此，终生未能离开。40%的犯人在来到这儿的第1年就会死于非命，简直就是一座地狱。不过，能死在岛上已经算长寿的了，因为更多的人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暴毙身亡。巴比龙从进入这座监狱的第1刻起，就想好了一件事儿：越狱。在这里，每天有干不完的苦力活。这天干活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个胖子。这个胖子既不是狱警，也不是囚犯，而是一个皮条客。因为监狱位于岛上，岛上又没有女人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皮条客就会运来一群风尘女子给狱警们享受。巴比龙趁此机会对皮条客说：“我给你钱，把我带出去。”皮条客不为所动，大叫了一声狱警。巴比龙急忙说：“别举报我。”皮条客勒索道：“我的船就在海边，我带你出去，但你得付我5000美元。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，但为了逃狱，就算被漫天要价，巴比龙也只能答应。紧接着，在树林里干活的时候，狱警见一个囚犯不听使唤，使劲抽打，一边抽打一边还侮辱囚犯，叫他臭虫，眼看就要打死了。为了救狱友，巴比龙捡起一块石头，猛地砸向了狱警，打狱警是重罪。这下巴比龙不逃不行了，他拼了命的狂奔，来到一个悬崖，纵身跳了下去。可赶过来的狱警还是紧追不放，连续朝水中开枪。好在被巴比龙一一躲过，终于他逃到了海边，见到了皮条客，但他没钱。是啊，被关在这个监狱里，怎么可能拿得出5000美元的巨款？他说：“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我在外面有的是钱。”皮条客笑了。这时，在巴比龙的背后出现了3个人，拿枪对着他。没错，他被皮条客出卖了。皮条客当然知道一个囚犯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但如果他把越狱的囚犯送回监狱，狱长就会付给他双倍的酬劳。就这样，巴比龙被送回了监狱，而等待他的是生不如死的惩罚。这个牢房不到5平米，在这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就连说话都不被允许。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被关1天估计都忍受不了。曾在这个牢房里的囚犯最后都受不了，要么死掉，要么发疯。而这个男人要在这里关2年，也就是700多天。你以为这是折磨的极限了？不是的，在这里还吃不饱，每天只能喝1碗汤。好在这个男人曾在监狱里救过一个狱友，这个狱友买通了送饭的人，每天给他送来半只椰子，这半只椰子是他活下去的希望。他认为自己可以熬到出去的一天，可好景不长，椰子的事被狱长发现了，那个送饭的人被当场打死。狱长还要求男人供出贿赂的人，否则就给他粮食减半。要知道，现在也就1碗汤，仅能勉强果腹，一旦减半，可能就熬不下去了。狱长说：“你这是为了别人舍弃自己的生命啊！”但男人不为所动，就算死，他也不能出卖帮助自己的人，因此1碗汤变成了半碗。男人渐渐变得瘦骨嶙峋，连走路都没力气了，接近饿死的边缘。这个时候，狱长拿着肉汤来诱惑男主，让他供出名字。男人很想吃，但他依旧没说。狱长气不可遏，对身边的狱警说：“于是狱警把男人牢房的天窗给封了起来，一片漆黑。从此，男主的世界便暗无天日。试想一下，在一个5平米的房间里，看不到，听不到，不能说话，又吃不饱，这样的日子已经打破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极限了。过几天，不是饿死，就是发疯。但是男人最终熬过来了，整整2年，男人靠自己坚强的意志撑了下来。身形消瘦的他被狱警拖出监狱，送到医院治疗。2年前，他因为越狱被关禁闭2年。当他复原的那一刻，他只想到一件事，那就是越狱。为了他所渴望的自由，他将再次越狱。这艘小船上有4个人，这4个都是囚犯，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。不走运的是，他们这艘船是漏的，海水开始渗了进来，这样一来，船很快就会沉。大胡子对男主说：“这条船坐不下我们4个人，必须减轻重量。”他看了下戴眼镜的男人说：“他受伤了，反正都要死的，干脆把他扔下海。”男主不同意，大胡子便掏出一把刀，对男主喊道：“给我滚开，我要把他丢下去。”男主见状，徒手挡掉了他手中的刀，2人开始扭打起来。
可惜男主不是大胡子的对手，被大胡子狠狠掐住了脖子。眼镜男看到男主为了救自己就要被掐死了，原本柔软的他第一次勇敢地捡起了那把刀，发了疯地捅向胡子男。就这样，胡子男挂了，他们合力把他扔下了船，少了一个人，船的重量减轻了。谁知这个时候狂风大作，暴雨不止，眼看着他们就要死在海上了。幸运的是，他们被附近的土著人救了起来。终于，他们越狱成功了，获得了自由。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，那也就称不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越狱电影了。正当男主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发现了狱警的车。原来这里的人发现他们穿着囚服是囚犯，便偷偷报了警。为了救狱友，男主折返跑了回去，背起受伤的眼镜男，男主也就跑不快了，最终被狱警当场抓住。这是男主第2次越狱失败，一次一次的逃走，又一次一次被捉回。越狱的惩罚是关禁闭，在见不到光的暗室里孤独的活着。看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的话，应该还记得男主安迪曾被关了1个月禁闭，这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了。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被关了5年，是前者的60倍时间，这把男主折磨的从一个壮年变成了一副老人模样。在他出牢房的时候，连狱长都惊讶地跑过来看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熬过5年禁闭。狱长忍不住问他 What were you living for? Because I don't think you're gonna find it where you're going. 男主没有回答。狱长又说，接下来你将被送往传说中的终极监狱恶魔岛。一听名字就知道可怕，这是一个4周环海的孤岛，没有狱警看守，完全任由囚犯自生自灭，是真正意义上被抛弃的地方。那里的人要么精神不正常，要么自己受不了上吊自杀了。男主在这里遇见了眼镜男，2个人相见甚欢。男主没有死心，他还想再一次越狱。他跟眼镜男说，他有一个办法，利用潮汐的流向，他们可以飘到大陆。于是2人便开始用空椰子壳做木筏。出逃的前一天晚上，眼镜男在一块球衣碎布上画下了一只蝴蝶，在法语中，蝴蝶叫巴比龙，而巴比龙就是男主的名字，寓意着自由。眼镜男决定自己留在恶魔岛，不想再次成为男主的累赘。如果不是因为自己，男主早在5年前就获得自由了。这次可能是男主最后的机会。男主理解眼镜男的心意，握手告别之后，纵身跳入大海，哪怕有99%的概率被淹死，他也要抓住1%的机会回到岸上，重归自由。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那句经典台词，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，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。很难让人相信的是，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来自真实事件。巴比龙改编自同名小说，原著作者亨利·查里尔正是这个角色的原型。他蒙冤数十载，最终奇迹般的成功逃离了恶魔岛。后来他结合自己与其他狱友的经历，写下这本半自传体的小说。小说当年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，之后被翻译成21种语言，传遍全球，被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越狱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